这个女人什么钱都敢借，站着有几分姿色就想赖着，但这一次她怎么也没想到，惹到一家不仅要钱还要命的借贷公司。正因为他的贪念，才点燃了一场全员恶人的杀戮。这就是反转再反转的悬疑电影。故事开始，女人听闺蜜的话弄死了丈夫，可没想到才刚拿到遗产，自己却被贪婪的闺蜜给分了，钱落在了闺蜜手上。之后带着这笔钱找到了男朋友，结果这个男朋友也不是一般人，一锅底拍翻了她，钱又落在了男朋友手上。然而钱才刚被藏好，她也要死了。故事从这个被分尸的女人说起，女人名叫美兰，是个几乎每天都要被丈夫家暴的可怜女人，而且不仅会被家暴，丈夫还逼迫她在夜总会上班赚钱。对于这种生活，雅妍很想逃离，但却没有勇气也没有机会。直到这天找东西时，她发现她丈夫买的意外保险赔偿金高达5个亿，并且受益人就是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丈夫死了，她不但可以改变现状，还能得到5个亿彻底改变人生。但她却不想自己干，于是她找到一个叫做黄毛的人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，让他去干，并说事成之后就会拿着钱和他远走高飞。这个黄毛是他的客人，很是喜欢他，一直都盼着他离婚和自己在一起。所以听美兰说完，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并且当晚就准备动手。他埋伏在酒吧门口，一脚油门就撞死了她老公，事情办得干净利落。至于黄毛为何知道他会出现在这，自然是美兰透露的。拉着尸体，他给雅妍打了电话，兴奋着跟她说事情已经办完，现在准备去埋尸体。然而雅妍一听就慌张，因为她要的是场意外而不是失踪，不然她是拿不到钱的。可还没等她说出口，这时黄毛的手机突然没电，挂了电话。美兰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就在这时，她听到了密码锁的声音，然后起身一看，没想到她老公回来了。她刚刚不是被黄毛撞死了吗？没等她想明白，这时埋完尸体的黄毛也来了。她赶紧把他拉到了车上，然后两人捋一捋情况，这才发现她撞错了人。为了防止意外，美兰让黄毛赶紧跑路，等她的风头过了之后再说。至于她老公，她会自己找机会动手。可还没等她找到机会，几天后黄毛又回来，并说要去自首。眼看黄毛撞死人后变得如此懦弱，精神也出现了问题，每天都能听到那个男人在她耳边说话，她被折磨得睡不着也吃不好。美兰知道如果她去自首，那么自己也一定会被连累，于是就安慰她说去祭奠一下死者就没事了，并且当晚就来到了埋尸地，之后烧纸念了经。黄毛果然感觉自己好多了，可就在准备上车离开的时候，他又犯病了，说又听到了那个男人的声音，并且非要去自首。眼看黄毛铁了心要去自首后，美兰彻底慌了。她转念一想，这荒郊野外的，杀个人应该没人知道，于是心一狠，一脚油门就撞上了黄毛。由于是第一次杀人，反应过来的美兰是既崩溃又害怕。就在这时，她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美兰的老板严姐。她为人仗义，性感奔放，最重要的是对手下非常好。她知道美兰被家暴的事，所以出于同情，她对美兰非常照顾，不但在她受伤时让她带薪休假，还会为了她对客人大打出手。在美兰心里，她就是一个好大姐。所以在电话里，美兰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她，并向她寻求帮助。而严姐也无愧于好大姐的身份，立马来到了这里，并且帮她处理了尸体，还销毁了车辆，还带她泡温泉缓解心情。在聊天中，严姐说她也有过被老公家暴的经历，但后来她解脱了，还说有办法让美兰也得到解脱。 우리나라에서 사고로 죽었을 때 부검 확률이 4%밖에 안 되는 거. 남편 보험은 들었니? 네. 잘 생각해봐. 虽然说得很模糊，但不难听出严姐是想让美兰干掉老公。美兰一想，杀一个也是杀，杀2个也是杀，于是几天之后，趁老公喝醉，接着将他迷晕，放在浴缸里淹死，然后哭哭啼啼的报了警。而后面的事果然跟严姐说的一样，警方没有验尸，只是随便看了看现场，只是问了美兰一些问题，就给出了她醉酒洗澡溺亡的定论。之后火化了尸体，也如愿拿到了5亿保险金。美兰换了发型，买了名牌，准备迎接她的崭新人生。而为了表示感谢，钱还没存，她就找到了严姐，要给她100来万作为报酬。不过严姐并没有接受，说这是应该的，并给她倒了一杯酒庆祝。结果让美兰没想到的是，一口酒下肚后，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而等她再次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被堵住了嘴，被绑在了案板上。同时还没等她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严姐就跟她说了这样一句话：美兰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辛辛苦苦谋财害命的钱，最后不但被最信任的人给截胡了，还落了个被分尸的下场。这还真是崭新的人生。之后，严姐拿着钱找到了她的男朋友老宋。老宋是出入境的审查官。之前严姐跟他在一起，是因为他的底子不干净，需要利用老宋的身份帮他出境入境。但后来严姐不需要老宋的帮助了，所以毫不犹豫地离开了他，甚至离开前还坑了他一把。
用他做担保找本地大哥借了一大笔钱，搞得老宋整天被大哥逼债，都已经快活不下去了。现在冒险回来找他，就是想再次利用他带着钱跑路。不过这个老宋也不是傻子，知道他赶回来肯定是有钱了，于是说自己已经原谅了他，并且还爱着他，然后转身就用平底锅开翻了他。之后从妍姐的包里，老宋找到了她的车钥匙，并在车库里找到车后，又在后备箱里看到了一袋钱。他本来是想直接跑路的，但由于现在是凌晨，于是他就把钱存到了他经常来的洗浴中心，并准备去对面小巷子里潇洒一把。结果才刚进来，老金的二愣子手下就堵住了他。原来在他去到车库之后，老金去了他家，并见到了还没死的妍姐，而为了活命，妍姐把钱的事告诉了他。由于怕老宋跑路，老金就一直在派人在盯着他，所以轻而易举就找到了朕。看到杀人不眨眼的二愣子，老宋撒腿就跑，结果刚跑到巷口，一辆垃圾车迎面而来。镜头一转，2天后的洗浴中心，搓澡师傅老普打开了储物柜，钱又落在了他的手上。当看到这些钱的时候，就当场呆住了。虽然他很想吞下这笔钱，但又怕惹上麻烦，所以最终他将钱放在了仓库，本想等着失主来取，但一连几天也没人来，而且这几天他遇到了不少困难，被经理开除了不说，老婆的腿也摔断了，也要交孩子的学费。于是他纠结了很久之后，这天他回到了洗浴中心，并拿走了那些钱。结果刚走到门口，这时和经理撞了个正着，而且经理非要难为他，说他偷了东西，硬要他把包打开检查。老普知道这些钱绝对不能被发现，于是一向懦弱的他当场就火了，指着经理的鼻子破口大骂。这个经理是个欺软怕硬的主，一看他动了真火，也不敢再惹他。拿着钱，老普交了医药费，也交了学费。他本以为从此可以当个有钱人了，结果这一天他接到了经理的电话，说是有警察在查那个包裹，让他去配合调查。他过来一看，对方并不是警察，而是老金和妍姐。当然他是不知道的。面对询问，他说那包是他自己的，只不过和他们在找的那个是同款而已。老金和妍姐都是见过世面的人，自然看出了他是在撒谎。不过他们并没有拆穿他，直接起身就走了。可让老普没想到的是，他刚回到家，正准备将钱藏起来，这时妍姐和老金来了。这下老普的发财梦彻底破灭，将钱给了他们。至于少的那些，他说日后会还给他。本来他们是不想追究，准备直接拿钱走人。结果这时老普的母亲来了，并且认为儿子遭到了抢劫，一把薅住了妍姐的头发。老普急忙上前阻止，结果却被身后的老金一熨斗放倒在地，就连母亲也被砸了一下。而就在他们倒地的同时，反转又发生了。老金突感背后一阵刺痛，他被妍姐捅了一刀。等他转过身时，才明白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又想独吞巨款。老金倒在了血泊中，之后为了毁尸灭迹，妍姐一把火烧掉了房子。不过老普和母亲没有死。这时老普被烟呛醒，背着母亲跑了出来。而蹲守在外的平头哥看到屋内着火，立马前去查看，却发现自己大哥被杀害倒地。随后急忙去寻找妍姐报仇。另一边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，妍姐成功买到了出境的机票。之后她把钱暂时存在了储物柜，来到了洗手间洗漱时，就看到了那个熟悉而又可怕的身影。死在洗手间的妍姐意外的掉落一把钥匙在地上，恰巧被老杨做保洁的妻子捡回。结果他以老杨同样的遭遇，再次拿到那笔他们注定应得的巨款。